是重庆丰都鬼王石刻。丰都鬼山是长江黄间景区最有名气的人文观景之一，规模浩大，气势宏伟。为何现在会沦为荒废？鬼王石刻长138米，宽217米，头宽20米，舌长81米，有30层高，堪称世界第一鬼。这里就是鬼王石刻的正大门，可以看到它的城墙就是用整块的条石所构建，气势非常的宏伟。然后这边有个老人家一直在这里看守，我们去采访一下。走吧。哎，老人家，你好，你今年好多岁了？你今年好多岁了？我今年83了。83了？哦，不容易啊！你一直在这里看的吗？你在这里看好多年了？有10多年。10多年了？哦，不容易哈，不容易。啊，你每天都会在这里看吗？我这点事儿个噻，我们那老头子在做庄稼噻。哦，老头子也会在这里来。哦，这里上去要好久啊？那上桥。走不到人家。走不了好久啊？我听说要半个小时哈。哦，这里他如果又雕了有好久了，如果石刻？那个几十年。几十年了。哦。往这里就可以进去是吧？哦，要得，好。耍哈等我们的老这个压来他第一带路。哦，他带路啊？哦，这里上去路好走不？好走哈。哦。耍哈他有几个红色不？混在的。哦，他摘红色去了。要得。谢谢你们了哈。等他们在那来了，我们跟他一起上去。老奶奶说，等一会儿她老伴过来带我们上去看一下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门了，非常的宏伟啊！这里，听说往这里上去要走大概半个小时。我们等一会儿，等他们给我们带路。现在由这位爷爷，然后带着我们去看一下。滑，你爸爸的好。哦，好的。他说那个路上有点滑，要小心一点。刚才那个奶奶在这看守那个爷爷，然后去干农活。这里上去要好久啊？可能去了要个半小时。1个小时呀？个半小时。还是有点高的吧？不走回头路。你好多岁了，老人家？我79。79还要走农活？这个就是鬼王的墓前给我找了个防潮的。房大500米，高个138米，宽个217米，它舌头81米长。它这里就是鬼王石刻的整体的模型，大概是这个样子的。哦，看起来我是看不懂，我感觉。它中间已经坏掉了一块，它的头已经没有了。好像是。这个路有点滑啊，看起来到处长满了青苔。现在我们就由这里上去，因为它这个鬼王石刻是规模特别的巨大，是由整块大石、整块大山所雕刻的，所以气势没得说。小心一点啊！这位帅哥爬山还穿拖鞋。拖鞋不好吗？然后一脚踩到你的脚上去，穿到脚上去拖下来。哇，这个脚下的石梯也是用整块巨石然后雕刻的。这看来当时也费了很大的心血啊。你好。看来这里很少有人来了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路啊，上面都长满了这个草。我的妈呀，这里。这是什么？这什么鬼？这好像是虫子。好吓人啊！不过它没动呢。走吧，不要理他了。蜈蚣，好像是蜈蚣。这看来有点难爬啊，好陡啊！要不叫那个老人家不要去了吧，这么高。对呀。要不跟他说一下。在爬山。老板，有哪指示啊？老人家，
要不你拿起来吧，我们自己上去，你让它爬。啊？要不我们自己上去，你让它爬。那在那行吗？他还是先是爬上去，带我们去。用左手，第二个摸上下，表示你在视野上一帆风顺。哦，哦，这个啊，他说这个摸一下，视野一帆风顺。用左手，你这是右手。哇，哦，没有这个呀。我来摸一下，表示一帆风顺。这老人家太尽职了。对，他会给我们讲解这个路上的一些东西。哎，这里有个大门，感觉应该不会那么快到，因为那个爷爷说，他说大概要走1个小时。我没感冒过。你感冒过？嗯。哇，你身体好棒哎！那这鬼王是随神仙吗？还是随哪样？钟馗做鬼，他不是随神仙。我不是到外头讲的到街道去的。哦。他考状元考起的。考结果他小孩生在头了，考官就不要他了。哦。他当时壮士在座位上，巡逻太子受金宝玉皇大帝，就把他弄来做鬼王。他是专门危害人间的妖魔鬼怪，他就做来在他身上捆绑起来。嘴到那儿有点滑哈。嗯。哦，这个好多人应该是很久没有人来了。走这个路一定要小心，不然摔下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大家看这里，全是被这个树林给覆盖了。现在，这里应该也是以前休息的地方，都没人了。看起来都荒废了，都坏了。看这个柱子，特别是那儿要注意，站在小八道壁的时候，就一定要持平的。哎。那个套子是有点顺的高度。嗯。那就是钟馗头顶上戴的帽子，看到他拉一个哥哥，那个哥哥是完全点儿都看不到了。哦。哦，这里是钟馗是吧？哎，钟馗做鬼呀。哦。他就是像那个形状，脚手全部捆绑危害人间的妖魔鬼怪。那龙哥是现在我们是完全人点儿都看不到了，出在那边地图上那边去。啊。他用的那个都要光。鬼王就在这里是吧？啊。鬼王就在这里是吧？那就是他的头盖。哦，这里就是他的头是吧？嗯。哦，这里就是鬼王的头，就在我们的脚下。他说被那个捆绑住了，他因为危害人间嘛，就被压在这里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就是一个雕塑嘛，一个石刻。大家看这里面啊，已经是杂草丛生了，所以来这里啊，一定要小心，一定要小心，特别的不好走啊。可以看到老人家走的非常的那个稳啊，但这个路啊特别的滑。这一站他是没有护栏的，但是那个大爷依旧健步如飞，真的很佩服。哦，那是耳朵呀。哦，这个耳朵还是个人头是吧？哦，太吓人了！它这个耳朵居然是一个人头。大家看，这就是鬼王的耳朵。鬼王的耳朵是一个人头，看起来是有点吓人啊。这里是已经荒废了啊。
那个皮把整个一下都撇下来。哦，这边就是那个鬼王的头部，可以看到非常的巨大。那个不要去碰它哈。对，有得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是从这里可以隐约的看到这个鬼王的头部，有点吓人啊、哦！大家看，当年修建这个景区的话，火影手是吧？哦，它是手上啊、脚上啊，全部捆绑的危害人间的妖魔鬼怪，那个都是成了精的，害人危害人间的。哦，这是一个危害人间的鬼王哈。今天我们来的天气不是很好，是下雨天，所以我们走的有点感觉害怕。可以看到这应该是可以一直往下走的，这里。可以走到下面。当年修建这个工程啊，可以想象。它这个什么兽，好神奇！猪鼻子，然后蛤蟆的身体，然后人类的屁股，好奇怪呀！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什么神兽？螺岩，阎罗，是吗？这是看的不是很清楚啊，这个字。天什么阎罗？他那个鬼王是被这个阎罗给镇住了吗？是这意思？应该是这样子。这边岩石上面有很多手掌印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然后这边它是有字，五指验性。它是每一种颜色代表每一种那个性格吗？还是什么？我看一下有没有合适我的手掌印。诶，这个刚好合适我。这个有点小。我看一下我的，也适合呀。但是它有的就不适合，这个就大了。这个具体不知道干嘛的？我们现在就相当于是在这个鬼王石刻的这个石刻里面，从远处看来又看不到这些东西，所以它的设计真的是非常的巧妙。这里有好多字，通天。走了这么久啊，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石刻的一些信息吧。这是我从网上找到的。这个石刻呢，它雕刻于1996年啊。它当时是用那个炸药和人工雕琢出来的。据说啊，雕刻这个石刻的人啊，他是川美第一个拿到雕塑学硕士的人，真的是好厉害呀！他好像叫何维平。这里的每一块小石头啊，都有自己的故事，可以说是很用心。有网友说呀，看了网上的航拍视频啊，调侃鬼王石刻给了人一种真实版神庙逃亡场景再现的感觉。但是遗憾的是啊，这样完美的景区，一手好牌打得很烂，而且来这里的游客并不多。曾经风光无限的鬼王石刻早已荒废，景区缺乏维护，满山都是杂草，就像丰多人自己都搞不清楚鬼王石刻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荒废的，又为何会荒废。如今啊，鬼王石刻只剩下一位老太太守门，更显得凄凉啊。大家来这里玩的话，一定要叫那个老人家带路啊！这里好多水啊，这里是不是往这里走啊？你吓到我了，刚才。它这个是铺了地砖的，然后被这些杂草、碎叶给碎叶，对。我真怕在这里面摔跤，因为就得换衣服了。我感觉这里面真的太神秘了，特别是这种又没有多少人来过了，就感觉进入了秘境一样。现在我们已经下山了，一直在这个竹林里面穿梭，像是野外探险一样。
哇，居然有野果！每次出来的话，户外的话都发现野果。我找不来，找到不？看到没？这野生的。我每次出来都能吃到野果，小小运气真的很好。嗯，好吃。哇，那边好大一颗。对，那里啊，算了吧，我们走了吧，因为这里面不好摘。我们终于走出来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